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师父好。今天呢，咱们讲的这个话题啊，太好玩了哈。就是人生中有很多种巧合，有些人在不幸中，就发生了幸运啊，这个实在太有意思了啊。从一个开头来说哈，比如说人与人见面。有的人一见面就会喜欢，觉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一些好朋友就是这样的啊，是不是也有的人说一看他就有点烦？也有，其实还没有往来，还没有打交道，一看他就不太喜欢，对不对？对，就想远离。真是奇怪哈。是，所以人和人的这个缘分真好玩哈。这是人与人哈。还有的人呢，从来没买过社会彩票。可是有个什么机缘或者做个梦啊，什么原因的，提醒了一下，说去买个彩票吧，啊，今天反正发了奖金，这个钱也是多余白来的嘛，那我就花个10块8块买一张彩票，结果还中了头奖。对。你说真是奇迹哈。是。所以这种种的巧合，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什么说法？肯定有说法。我也觉得是有意义的。对。所以呢，我想不清楚，但是我宏观的总结一下哈，说我们学习修行嘛，最后像这类的事情呢，就归为说你和他是一个因缘。因缘是有多种的原因交织到了一起，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成熟的条件。对。有点说不太清楚哈。对，就知道就是说叫因缘际会呀哈，因缘和这个事儿就成了。但是这个很难解释，感觉。对。对，像有的时候吧，比如说这个灾难来了，那你呢，可能就是在一个恰巧的位置啊，比如说在高楼之下，你正在走路。正好你所走到来的这个位置，上面呢不知道谁家窗户里扔出来一个，比如说一个苹果，从高楼上坠下一个苹果也很麻烦哈。对呀。正好打你头上的话呢，对，同时人会受伤的。对。那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他在错误的时间站在了错误的地方。对。对，那也有人返回来呢，是一种幸运的，对不对？对。你看有一个小孩子哈。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从这个高楼上掉下来，正好有个送外卖的小哥哈，一看见哗冲上去就把孩子给接住了。哇，那太幸运了，是吧？这是什么因缘呢？那肯定这个外卖小哥的前世是他的，就这世了是他的恩人啊。这是恩人，前世呢？前世小孩是他恩人，彼此之间是有恩情的人。才有这么看似一个巧合的这么一个现象哈发生了。这个小哥呢救一个小女宝宝一命。对。说人要相聚哈，不是相欠就是什么？不是相欠就是互相报恩。怎么讲呢？就是有恩。对。所以呢，都是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种缘分哈，就是好像这种缘分有一点必然的感觉。对。所以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巧合呢？有很多，还是都是一种必然呢？就不知道了。我们只能说用必然或者巧合这个现象描述这种现象啊。但是呢，可能里面自有它的说法吧。我在一个视频上哈，就看到呢。这个一辆车，从这儿刚离开，旁边一棵大树咣就倒下来。是啊。如果他走得慢一点哈，那个就给砸着他了就，甚至车毁人亡哈。对，所以这个就是在分分秒秒之间哈，命运就会发生变化。是。对呀。是。像光这个车这个事儿哈，离开这儿就砸下来了。还有的呢。像那个什么泥石流、土石流，从山上滚而下，是吧？你看有些的行人或者汽车呢，你看提前就是半秒钟过去了，一过去之后呢，滚滚的那个泥石流就冲下来。对，我们有一个视频可以看这个看一看啊。你看那个就是面包车本来走到那儿嘛，泥石流就是被困住，然后突然间泥石流就停了。
然后这个车就开走了。哎，我们再看一遍好不好？然后你等一下，还没完啊。然后马上他一开走了之后，你看那个山洪又下来了。哦。哇，你看那么大，如果他还在那个位置上，他就被冲走了。哦。对。你再看一下，你看泥石流已经在走哦，已经在涌动哦。对，已经在涌动，所以它开不出来嘛。到关键的时候，停住了。对，泥石流停住了，给它停住了。然后它开走了之后，然后马上泥石流又恢复了。哇，5秒钟之后，对，又冲下来了。不是，这师傅，难道这个泥石流还有灵魂吗？像有生命一样？是，他好像专门给它停下来。对，这个太神奇了吧？真是，所以这个人就太幸运了哈。对那同时师傅，我们也看到过一些不幸的，那叫飞来横祸呀哈。我们看一下有个人过马路的那个视频，我天！你看啊，那个人左边啊，在一个人在走路，过马路，人行道走，都快过去了，突然来一辆车。对，这是飞来的横祸呢。浅色的车呢是闯红灯了。对，你看啊，结果把另外一辆车撞飞了哈。你看，结果把这个人给卷走，结果最终把那个人给，说不定撞死了。对，还有翻滚的那个车里面的人也有麻烦了。对呀，对，飞来横祸，真是飞来的。那个人本来都已经成功过了马路了，以为是安全了哈。对。然后突然间就飞来一辆车就撞到了。就是对，从他来的这个方向呢，冲出去那辆车哈是违规了，闯红灯。就把人横面来的那个车，横面来的车是合法的哈，给撞飞了，翻滚出去，就殃及到他了。对，那你说这也算是一种巧合呀？哎呀，恶性的都没法预测的，对，都怎么预测会发生这个事情？对，他走得好好的嘛哈，就刚好就在那边就被撞到。对呀，是。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哦，就是有一个冰棒掉下来的，我们看一下。冰棒倒是好事儿嘞。这两个人在聊天是吧？聊天在车外聊天。你看，突然间有一个冰柱掉下来，把他的那个车窗玻璃都碎了。如果说这两人还在应该说楼顶上哈，到冬天哈，下的那个大雪，再慢慢的太阳晒一下，再溶解一下哈，就形成一个大冰疙瘩，是像有点钟乳石的那种感觉哈。对，结果那一刹那掉下来了。对，哇，这个真是差一点。这掉下来的冲击力还很大。你想，如果砸到头上呢，没命了就。好在这个司机出来在外面，坐在车里就惨了。在车里肯定受伤。对，都受伤了。这个也叫天降横祸哈。是，但是真的是非常幸运的，是死里逃生。哎呦，你说到幸运，我还知道一个故事，就是战争中死里逃生的哈。那个第1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比利时的士兵，然后他的对方敌人是德国人。这个比利时士兵呢，他那个胸前那个口袋里头装了几枚硬币，其实他们都是在那边壕沟里边在埋伏的嘛。结果他一动呢，这个硬币叮当一响，惨了，暴露地点了。然后对方那个德国士兵呢，还是个神枪手，啪一枪打过来，正好打到这个他的胸口，也就那么巧哈，就没有穿透心脏，而是打到了那几枚硬币上。结果把硬币你看都打成这个样子了，但是这个士兵毫发无损，捡了一条命。这太幸运了！这硬币给他挡子弹了，对而且关键就是在那个位置上，就在那个位置。其实对方真是神枪手，听到声音一枪过来，正中心口。对，可是这个打在了这个几枚硬币上，这也是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对吧？是。还有这么幸运的事儿。我还听到一个新闻前2天看到的，就是在德州有一个就是体育的主播，就美国德州嘛。美国德州，他有个体育主播，名字叫 Jessica。当时候呢，就是他也有个就是比较离奇的事件。他2012年的时候，然后6月份有一天呢，他在多伦多有一家美食广场，他买了个汉堡。然后当时时间是晚上6点嘛。然后他买了一个汉堡，正常来说他应该就是说坐下吃吧，对，坐下来去他的位置上去吃饭。
然后突然他买了这个汉堡之后，他就感觉我就不想坐下来吃饭了，我想出去透透气。然后他就走到那个美食广场外面嘛，就透个气。然后没想到呢，3分钟以后6:23分，对，当时候所以刚才说错，他本来就买东西的时候是6:20，然后后来就是过了3分钟，6:23呢，在那个他本来要坐的那个地方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对，如果他就是还在那个地方的话，他就可能就会遭受到生命的危险了。对，所以他就幸运的躲过了这一劫了。但是那个故事还没完。就是不到1个月后呢，这位那个主播 Jessica 她又去了美国另外一个州叫科罗拉多州，去观看一个电影的首映，那个电影叫《黑暗骑士》。那当时他就看电影啊，看得好好的，突然间就有进来一个，也是一个射击枪手。然后就是去扫射整个那个电影院，结果这个 Jessica 就非常不幸，那个一个子弹击中到她的头部，她当场就死了。对，我记得当时那个多伦多那一场枪杀是有20多个人死亡，但是他呢幸免于难跑出来了。然后在电影院那一次呢是12个人死亡，他是其中之一。然后问题是，好像是说他在就是多伦多那个躲过那一场灾难之后，他还写了一个博客是吧？对不对？他写了一个博客，他说：“哎呀，人生真的是无常啊，你真的是不知道在何时何地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他还非常的感慨，因为他遇到了那个就是差一点命丧的那个事件嘛。对。但结果也是，他即使这样是感慨，还真的是没法预测何时何地离开世界。他就在1个月之后就走了。是，没法预料哈。对，2个都是那个枪击案。如果人们就有感应就不去了。关键是预料不到嘛。预料不到。对是。结果呢？你说这也是一种巧合是吧？也是巧合。刚刚不久前遇到一次枪击，对。等他再去了下一个场地，又发生枪击案。这种几率很小的，其实。你说在美国是也有一些枪击案，但是没有这么普遍。没有。就让一个人在短时间之内碰到2次。对。这个是很罕见的。对，很罕见，他是很不幸啊，我们说很倒霉哈。对。结果。命都丢了哈，对，那是就是生活中其实这种倒霉的人、倒霉的事儿挺多的。就我有个同学，他就从小就倒霉蛋儿，一个男生，对，他特别逗，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平时你看小伙伴们一起玩吧，就夏天嘛，就到河里边去玩水啊、游泳啊，人家都很高兴。他呢就往前走，本来水都很浅，他往前走。突然那个河底就有个深洞，他就掉下去了。他又不会游泳，差点淹死，同学七手八脚给他救上来了吧？大家都笑话他说：“怎么我们都没事，说就你有这事儿呢？”对。然后还有就是也是去同学家玩嘛，人家同学家养个狗哈。人家小孩都跟狗都玩得很好，可是这个狗就见了他就追着他跑，非得咬他腿，就是给他腿又咬伤了。然后就大家也是笑话他。对，然后上体育课也是，就是我们不跳山羊嘛，那跳山羊要么跳过去，要么跳不过去也没事儿。他呢跳不过去，卡在那儿，还把腿给卡折了。同学真的是有点不幸哦。他就是各种你想不到的事儿，他都能出现。然后我们同学的话就也是小嘛哈，就不知道同情，就都笑话他说你怎么这么笨手笨脚，你怎么这么倒霉哈，就都这样。然后挺可怜的。对，直到有一天就是我们大学毕业了之后20多岁，然后有一个同学就认识一个算命大师，算八字的。然后我们都拿自己的八字请人家大师算嘛，然后我这个同学也请的大师算，大师一看八字，完了再看看他说：“哎呀，小伙子啊，你活到20多不容易啊！说你这个人生之中这么多的灾难哈。”我这个同学马上眼泪就下来了，就跟遇到知音一样的说：“大师你太了解我了，我真不容易啊！”就是这样，对，所以师傅是不是他这八字中他就这命啊，这倒霉命啊？还就是这样的，还就是这样哈。对，哎呦。因为很多人家是顺风顺水的哈，对呀，同样也在做正常的一个活动的时候，他
他只要一来就出事儿。对吧？对，人都就是这样，就这样，最后弄得你们老师都很紧张。你就说体育比赛吧，他这一出去，不是摔到手了就摔到腿了。你边上站会儿吧。对，还找个保镖护着他，你别出事儿。特别容易出事儿，特别容易。对，谁都想不到他就能出事儿。就他就容易招灾。是，你看，就他那是他八字中注定的，是吧？应该是注定的。哎呦我天，太倒霉了。对。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其实一生还挺幸运的。就是我有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加拿大的一个人，他叫 Douglas Snair，然后他被称为加拿大最幸运的人。你知道为什么他？因为他一生还挺离奇的。这个人呢，他是1916年，他出生在加拿大的一个小城市叫 Halifax， 然后呢，他其实一生中遇到了很多那个就是差一点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件，然后都挺过去了。他第一次呢，他就是1917年，他这个 Douglas 他还不到1岁半的时候，他所住的那个城市 Halifax 的那个港口就发生了一个2艘轮船相撞的一个意外。那大事故哎！非常大的事故，当时被称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它就是其中一个2艘轮船那个撞上了嘛，然后其中一个带着炸药，所以当时候那个冲击就是一爆炸就非常的严重，就是死了2000多个人。哎呦！然后当时他就在那个城市嘛，他们家就住那儿。然后他说呢，就是他家里整个那个玻璃都碎了。然后这碎玻璃满天飞，然后还飞过了他的头，他比较小嘛，他1岁半小小的，然后飞过了他的头，割到了他的那个头皮，但是其他的都没有受伤。所以这是他第一次跟那个大难不死躲过死生。第二次呢，就是25年以后，他有一天跟他的未婚妻，他们就坐在一个火车上去那个 Edmonton。然后这个火车呢，也是经历了一个大事故，就是有一辆火车，另外一辆火车那个失控，然后从后面猛烈的撞上了这个火车，最后引发了爆炸。这先是轮船，后是火车，对，都是爆炸。是，然后这个事故呢，导致33个人死亡，118人受伤。其中呢，坐在他对面的那个4个人就死了。但是呢，他跟他的未婚妻就毫发无伤，又是大难不死。是，这个事件也是很大，被称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火车事故。怎么都让他赶上了？对，都让他赶上，而且都没事呢。然后他这个活到50岁呢，他被诊断有癌症。但是当时候呢，经过治疗后也就好了，又活过来了。那到60岁呢，他还幸运的躲过一场比较严重的那个高速公路的车祸。好了，轮船、火车又来个汽车，对，疾病，然后都躲过了。有没有飞机呀？还好，没有空难，没有。然后最终呢，这位老先生历经的艰险，活到了104岁。104岁，太高寿了哈，老寿星哈。然后大家都称他是加拿大最幸运的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这真是大事件都让他赶上，而且都那个躲过一劫。真挺好，活到104哈，高寿啊，高寿，太罕见了，太罕见了哈，对。那我也想起来，就是在美国有一个能跟这位老人 PK 的一位哈，对，叫罗伊沙利文，他呢是这个美国一个国家公园里边的护林员。也许是他这个工作的关系吧，可能在山林之中还是怎样哈。他就一生之中前后后一共被雷劈了7次。你能想象吗？这雷劈一次咱们都拜拜了，对吗？他前后被劈了7次，你看他的这个身上的伤痕还都留下来，什么雷的印记都在上面。对呀，我的妈呀，他确实烧到呀，什么脚趾头受伤啦，这个后背啦，头发眉毛烧了3次啦，鞋子都被击飞了，自己还活下来了，就是哎呀，好多次，对，然后竟然被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还得到了认证。就说他是世界上被闪电击中次数最多的人。你说他幸运不幸运？师傅，你说他这个命硬不硬哈？这家太厉害了，太厉害了，真的是闪电击了7次，人家还活得杠杠的。
对，那个闪电的那个电压瓦数太高了。对，都把那个木头都能穿空嘛，哈，都烧焦嘛。很多人被劈当场就死了，就心脏就不跳了。啊，对，人家躲过7次，而且7次怎么又一直被击中？这个真是可能也跟他的工作性质有关系吧。然后住的那个环境有原因嘛？对，一个是高山，第二个那个大树嘛。对，一下雨之后，那些树都会导电。是，可能他身上带了一些工具啊，也是金属的。对，也有这容易导电可能。对，但是他7次都能就活过来，真是不一般的人。就是这命太硬了。是。对，像这类事情呢，是另有故事哈。哦。之后我们再讲哈，这留下一个悬念，好吧？咱不是讲过孙悟空嘛？对。他修到一定地步哈，比如从猴要修成仙，是吧？对对。这个过程呢，要度过劫难。那个3灾，比如像天火呀、天雷呀，这些灾。哎，师傅，那孙悟空那是神话中的人物，这位老先生就是地球上的人呐。他也要经历这些。我是说，这是故事中套故事，咱们另外找一期再讲解这件事儿啊。这个呢，我一定要听哎。因为你看他的照片你看看就不难发现。是啊，那这个要听师傅解密哈。你看他的耳朵高在哪里呢？高，非常又高。像兔子耳朵。对，他高过眉毛那么多呢。所以说，像他呢这种情况，在我们来看哈，说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类。他上一世修行的是一个动物的形成精灵。这是转世为人。所以他转世为人，但其实他的灵魂哈，就像孙悟空一样，还要渡劫。是哇，这个我们很多观众不懂，我也不知道，就很期待师傅有一天来给揭秘啊。对，你看我们看了那么多那个真实的那个案件，真的是。就非常感慨，这人生的幸运与不幸运呢？这真的是，这都是命中带来的吗？还是命中可能是带来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太难以预测了。就像那个树什么时候倒下来，我这个车是晚1秒过还是早1秒过哈？我的命运就不一样哈。对，就太不确定了。应该没几个人能够预测这样的事故的发生啊。对，就像佛也说哈，这人生无常。对，无常是一种没有一个很长久的一种稳定性。也叫我说，叫不确定性。就是你比如说今天起床之后，从你起床醒过来开始有意识在做事，对不对？对。但是你遇到什么样的好与坏的事情，是不确定的。对呀，也叫世事无常啊。对，比如你走出家门来了，你走出家门来，有没有遇上一个疯子开车呢？有可能哦。或者一个老人心脏病发作，但是他是正在开车的过程中，谁撞谁不知道。对呀，对不对？对。还有很多时候你在吃饭的时候，看电视上头有个笑话，一笑，你一笑，那饭呛了。如果吸到气管里去，会怎么样呢？可能就会呛死哦，也可能会毙命哦。对，这个可能大家很少听这种事儿哈。那真的是会发生的。刚刚查资料还看到有一个在今年1月份才发生的，有个27岁的女生，她是个2个孩子的妈，她就是跟她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突然间就呛到一个东西，然后当场就死了。对。还有很多成年啊，还是小孩啊，哈，吃东西正好卡住，对，吃个坚果啊，吃个硬币呀，对，卡住了，对不对？对。如果有帮忙的人勒着你肚子使劲勒，哎呀，我就想说，你还看新闻呢？我们家都出现过这种事儿。我女儿小的时候，她的同学到我们家来玩嘛，小姑娘可能10岁左右，然后也是2个人一边吃东西一边可能也是说说笑笑嘛，结果那个小姑娘就被卡住了。好在我先生在家就这样抱着她，这样勒，完了哇几下子，然后给吐出来了。哎呀，救了小孩一命，吓死人了！对，很危险的，对，很危险。是这种事，大人孩子都有。我在看的有个视频哈，我搜索了一下，就这个家这个夫妻俩哈，还养了2只猫哈，两只小狗。对，这个太太呢一边用热水泡着脚，
一边划手机，就不抬头看。这先生呢，一下就然后就卡住了，坐到另外一个沙发嘛。他光顾老婆看手机，先生怎么回事？他都没顾上看。就差一点要憋死了。哎呦！他那个小狗过去可能叫，叫唤，那妈妈不管他叫别人，才被家人发现之后才给他救过来哈，赶紧救助，才给救了。那得感恩这小狗哦。对呀，那小狗还有灵性的，救了主人一命，又救主人嘛。要不然如果没这个狗呢，这个男人白白就会憋死了就。对，所以咱们就说人生无常哈。是。所以这个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能想也想不到。再说你还在家里吃早餐，过程之中哪来的灾呢？对。所以赶上这个倒霉哈。对。那会儿就能要命。我还记得以前我们直播中也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算命的，然后跟另外一个人说，具体谁我记不住了，就说他的这个人生中最后死亡啊是被水淹死的，溺死的。对，然后他说怎么可能呢哈？他说这样，那我就避免所有的水啊，不去河边，不去海边，不划船什么什么的哈，对，避免一切的水。结果呢是有一次就是在路上，然后都是坐马车嘛哈。对，然后可能有点下雨啊什么的，那个马蹄子就踩到路上，就积了那么一点点的一个马蹄坑的那点水，然后他呢正好就摔一个跟头，摔倒在那儿，这个脸就扣到那个小水坑里，结果一下子就呛死淹死了。对，这是一吸气嘛哈，那个水哈，呛到咽喉那儿，就是呛死了。对，所以你说这个命躲都躲不过。这图案是错的。就是马蹄儿比人没有那么大哈，小的一个，就是小马蹄印嘛哈，就10来公分那个方圆性，就像一个碗那么大。就是你的脸呢，鼻子、嘴正好到那个里头，可是那个里头因为下雨呢，就积了水，就是一吸气就呛死了，就是，怎么听说有点可怕？好像就是你该遇到的，你怎么躲也躲不过，好像。对。我还遇到了很多位哈，就是来找我来帮助的，寻求帮助，非常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北美地区啊，很多人不是住单独的房子哈，对，有楼上楼下嘛。是。比如说他抱着孩子或者端个东西，下楼梯，之后呢，一直屁股坐着，咚咚咚咚就滑下来。有一个伤害哈，就是尾巴骨。通常人要是翻滚还好，不会太受重伤哈。就是如果一直坐在那儿咚咚咚咚下去，就是这个尾骨哈，尾巴骨那个地方，因为人他和猴子不一样哈，他这个尾巴实际上都已经萎缩到没有了。对。但是有一节尾骨，正好下楼梯，如果坐着一直往下这样咚咚咚往下滑的话呢，这个尾巴骨呢，也不是往里坐歪了，就是往外给坐歪了。是。这个能急死骨科医生。因为他那块也够不着啊，怎么纠正啊？不太容易纠正。对。那我遇到一个人呢，他这个痛的程度哈，他一共有10级的话，他是9级。哎呦，那太痛苦了。他都没法工作了。走不动路。他说不管站着还是躺着还是趴着，都是痛的。对。对，只是有的时候严重一些，有时候轻一些。他成了一个废人。他站那儿不说的话，你觉得是挺好的一个男人呢？40来岁啊，就啥都不能做。这只是应该在家里上下楼梯。你看惹来的一个不幸的灾祸。对。也是现在啊，越来越多那个交通的事故啊，有时候也不是你去撞人家，人家你开着车，人家就来撞你。对，太多这样子，太多了。你不是开车就是坐车。对，你还不光车呢，还有那个航空空难呢。你2025年一开年一进来就好几起这个空难呢。多少了？加起来就25年一到了之后，现在加起来这个空难哈，超过10个了。是很多，大型的都好几个。是的，很可怕。对。还有现代化的这个交通工具哈。对。这称为叫现代化，是越做越快。是吧？从火车1小时40-50公里，再到现在多少了？几百300公里。现在中国快速的高铁哈。高铁。一开始出来是270公里嘛。现在提升到340公里多少？说还有更快的呢。是。接下来到将近500公里了，和飞机的速度差不多了。
对呀。啊，对吧？这个交通工具越来越快，汽车也是越来越快。是。哎，所以呢，这越快的速度形成的灾难呢，也就不太好救治。是。速度越快，灾难越重。对。对。是。对。就有个数据说，在美国啊，就一年有260万起交通事故。260万。哦。哇。是，然后其中有死亡的有4.4万例。哦，那美国说实在的，这个数字就是死亡人数还好啦，毕竟它还是挺发达的地方。对。但是260万这个够多，够多，真是。260万次的话，这是一年里头嘛？对，一年里头。哎，那受伤的可多了。260万次，那受伤的人一个车里不止一个人嘛？对。这是要平均2个人吧？是吧？那就500万了。对。是吧？受伤者就500万。太多了。那死亡者4万多。哇。对。所以我们各种的医疗进行这个交通事故之后的这个康复治病，就大量的哎呀，花老钱了。花老钱了。真是。在美国就是不能得病。得了病就麻烦死你了。在哪儿都不能得病啊，师傅。关键看不起病啊。看不起自己也受罪呀。也对，除了受罪之外，在美国一得病就倾家荡产。那说到这个得病，就除了这个身体的这个疾病之外，最近呢，这个流行的呀，就是这个精神类的疾病，忧郁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还越来越年轻化。对。你看，是美国说2021年的数据说，2900万人都至少经历过一次严重的忧郁的发作然后日本2900万呢。哇。对，2900万就差不多都快到他人口的1/10了。美国人口3亿多嘛。他也是我确实会发现有一些美国人他在吃饭之前就手里捧着一把药在吃，很多年龄还挺年轻的，就吃一把药。你看那个前一段时间我们开了一个国际的课程吧，有很多美国的学员过来跟着师傅学习，来问世的求助的多少都是这个忧郁，对精神科的精神的问题，对太多了，而且年轻化都是孩子。妈妈帮孩子问的厌食症的、忧郁症的、自闭症的，好严重啊！好严重啊！很多人是触目惊心第一个现象就是不出家门了。对，是就乱了，生活都乱了。真是。这是美国，日本呢，它那个一个统计数据也是，1/4的人都有这个的倾向，或者是发作过。1/4的。厉害吧？对。都有忧郁症。美国刚才我们说大概是人口的1/10嘛，这日本更严重，更压抑更压抑吧，我也不懂了。哎呦，真是。日本人做事更认真嘛，更认真的，但是有很多不善于表达，内向或者没机会表达。对，所以你看说，除了这个天灾人祸的这些，躲都没法躲，也无可预测。你说这个人体自身的这个也是没法预测呀，它来了也没办法呀。对，精神免疫不够。哎呦，太难了。疾病也是。对说到天灾人祸就更多了我们一起都经历了这几年经历的这个瘟疫，这个疫情。对，多少人，几百万人，可能有上千万人。3年不上班不出门。对。别在家里都闷死了。对。整个疫情期间。死亡那么多人，还有更多的人他精神上受到了损害。对。是。对。那自然灾害也是呢，数一数我们最近的2023年的那个土耳其大地震造成6万人死亡，12万人受伤这是我们都在新闻上都看到的很惨的。然后2022年欧洲的夏天的高温天气还造成24000人死亡。热死的，热死。哎呦，你想想，极端天气，50多度。对，去年2024年，对，什么麦加、新德里希腊什么的都超过40-50度、50多度。是受不了的。受不了对，这个都是近期的了对，太厉害了所以说这个世界不太平，然后又无法预测。又不可确定，又无法避免，
那师傅这是怎么办呢？我们有出路吗？对，所以这个除了人祸哈，你自然灾害之中，你看有地震，还就有点像佛说的地水火风哈。哎，你看地震啊，水灾，对啊，泥石流也算水灾啊，还有海啸，对啊，还有呢大风。各种类的大风、飓风对，反正各种各样的风吧，龙卷风哈，对，都是摧毁性的，是地水火风。这2年越来越多吧，哈，对，再就是大火，洛杉矶，对，那个大火，把这个城都快烧光了，是啊，它是风加火一块儿，哎呦，真厉害呀！这赶上出事儿的话，说你说着了火吧，着着火就怕起风。对嘛？啊，一起风呢，控制不住，就到处这个火啊，像个火龙一样到处跑。对，所以地水火风引来的这个天灾哈，这个它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甚至是都无法逃避。对，哎呀，你说要搬家，都说那个日本富士山它是一个活火山，可是你住在那个山底下的人，你往哪儿搬，往哪儿移民呢？对，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会儿它喷出来。对，他说台湾都是在这个地震带上，一天到晚老是有地震。那台湾人也住在那儿，世世代代住在那儿啊，也不能都移民走了呀，就是没处躲。对，太难了。对，所以大家呢，所以面对这个，一个是人为灾难哈，还有人的精神啊、肉体上的这个疾病，再加上这个自然天灾哈，人呢，我曾经就是说，如果人能基本平安的活到60岁，其实都是英雄，对，都不容易的哈。真的。你看，从我们活到60岁这个人呢，回头看自己认识过的人已经去世的我认识的至少有10几个、20个死了。对，我们大学同学一共才45个，现在我知道的已经有2个人离开了我们了都。我们才50刚过呀，真是，所以这个不容易，无常哈，但是里头加上巧合的遇到灾难，还有巧合很幸运的避开灾难，也确实有幸运的人，这又有好像是某种因缘交织促成的这些事情，只有它值得我们进行分析的某种道理在里头。对，就是师父是不是就说我们能够学习到其中的一些因素，然后我们也做到了，我们就能成为那个幸运的人呢？就能大灾化小，小灾化无对。像我们所研究的哈，从小修行哈，到后来再帮人哈，好像我个人觉得，好像发现了一条这个相对的一个规律或者相对安全的一个规律规则在里头。那我们都要学习，都要掌握这个规律。对所以今天你比如说你开车哈，咱们在北美地区出去，因为它公共交通是不够的，所以你要自己开车。往往有的时候说你不撞别人，你自己是车跑得好好的，但是交通灾难这个倒霉劲儿来的时候，是别人的车出了事故翻滚的时候，会撞到你的车。对所以很多人是不用说严重的撞哈，比如你在前面开，遇上红灯你刹车了，后面那个人呢，可能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是，咣当一下从你后面撞你的车尾巴，你说坐在前面车的人会不会受伤？受伤，他一撞击，整个颈椎、腰椎，整个那个脊柱一下撞击之后，那个脊椎严重受伤，对，并且医学救不了，很难无法医治。对。所以就是说，这个避开灾难这件事情哈，就是成为我们应该去思考的一个话题了。是，如何才能成为那个幸运的人呢？对，我们还是听一听我们知道的一些故事。好，然后我们再来分析。对。今天想给师父跟大家带来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来自那个1999年的这个921大地震，台湾台湾的921大地震。当时候这个地震挺严重的，它是7.3级的大地震，造成了很大的非常严重的灾害。
然后当时在台北呢有一个东兴大楼，它在震动中就整个就倒塌了，变成一个废墟。然后在这个东兴大楼里面呢，刚好就有其中呢有一对兄弟，这兄弟俩都姓孙，他哥哥叫孙启峰，19岁，然后弟弟叫孙启光17岁，他们就正在家里的客厅打牌。然后刚好呢，他们的爸爸在外面工作，然后他母亲有这个习惯，就是经常到庙里念佛嘛。刚好母亲那天也不在家，他就在寺庙里念佛，所以家里就只有这个兄弟俩。然后所以地震一来的时候呢，那个房子真的是大楼瞬间就倾倒了。然后这两兄弟也来不及逃跑，两个就被困在这个瓦砾之下，当时瓦砾之下，然后当时生死未卜。那地震之后呢，就是那些救援人员就开始就是找寻这个生存者嘛，但是呢，就是经过6天，这两兄弟就还没有被找到。那救援队当时也不抱太多希望了，因为毕竟经过6天了嘛，他们觉得可能找到生还者的那个几率就变得比较小了。那正在众人就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呢，就在第6天，这个救援人员在废墟中听到微弱的响动，突然有一个满身煤灰、瘦弱不堪的黑色身影从那个瓦砾中爬了出来。救援人员就特别兴奋地大喊说：“是活的，是活的！”这位正是那个弟弟孙启光。他当时已经被困在那个瓦砾下已经130个小时了，但是竟然还能够站立着。那他虽然呢就是因为长时间黑暗而无法睁开眼睛，那他还是拼命地指向废墟说：“我哥哥他还在里面。”那听到了这个消息，救援人员立刻行动，顺着这个弟弟的指引，果然发现就是这个哥哥的身影。那这个哥哥他受困的地方呢，比他弟弟更深，所以他的身体就更虚弱，但他仍然还是在活着，所以最终这两兄弟都非常庆幸的生活，就活了下来。6天啊，在下边震惊了所有人啊！当时这个场面都有在电视上直播，然后所有人都非常的惊呼说：“这简直就是个奇迹！”然后呢，这个弟弟被送往医院之后，他就回忆起当时候不可思议的一个经历。他说，当时地震发生的时候呢，他们马上就是被困在那个倒塌的大楼下嘛，困在一个小角落。那唯一支撑的一个点就是一个被砸变形的一个冰箱。让他们勉强有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所以不至于被压扁。那就是在6天内呢，他们就是靠着吃一些烂苹果啊，还有喝那个消防水来维生。但是因为缺乏食物跟氧气，他们渐渐就变得很虚弱，然后还昏迷过去了。然后正当呢他们开始感觉到非常绝望的时候，这个弟弟就做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梦。他在梦里就梦见了观世音菩萨，那菩萨还对他说：“孩子，别害怕，别害怕，你找到光，就慢慢把石头移开，就能出去了。”那醒来之后呢，这个弟弟就是真的看到有微弱的光线，拼尽全力就往那个光亮处挖，最终还是爬出了废墟，还指引了这个救援团队找到了他的哥哥。对，所以这两兄弟生还的消息让整个救援现场沸腾，那众人纷纷核实感恩，然后甚至有家属还跪地祈祷，希望自己的亲人也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庇佑。然后后来才知道呢，在这个两兄弟遇难的期间，他们的母亲他也无能为力嘛，他就是一直就在寺庙为儿子们祈福，他虔诚地诵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然后祈求观世音菩萨能救他的儿子们，甚至跪到他的2个膝盖都出血了，但是他就是始终还是跪着，非常虔诚的祈请，因为他非常相信就是观世音菩萨一定能救出他2个儿子。那如今这兄弟俩他能平安归来，母亲也坚信这正是观世音菩萨显灵的相助。这个还是真的挺奇迹的哈。对， 6天然后得以生还。当时921大地震就是很多人那个受影响，2400多人死亡，11305个人受伤，还有51700房子倒塌。就现在台湾人一谈起921哈，都是心有余悸呀。对，是的，
很可怕的。921成了一个地震的标杆了。没错，一说那个大家都是历历在目，非常的惊恐啊。对对对，这两兄弟真是太幸运了。这关键的时候，你说这个兄弟做梦哈，对，弟弟做了一个梦，梦到菩萨给他说，是，就往光的方向去爬，对，是吧？你看这样就指引就对了，是，而且真的就是他出来之后就有救援团队在那边。听说他妈妈经常在这个观音道场寺庙里头做义工嘛，哈，做义工念佛，在里做义工肯定有修行嘛，对，他不光是干杂活嘛。就是921地震那一天，他妈也还在，他都不在家里，还在寺庙里，正在寺庙里在做义工呢。对，然后那个他这个楼倒了之后的话，那妈妈的话就一直就是在那边求佛菩萨，求观世音菩萨。对，那个时候人为是没有办法的。对，等倒的差不多了，那个基本上不晃了，救援队才能出啊，要不那个一地晃着，人没法走路的。对，我们在台湾经历过很多次地震哈，太多了。你看我在台湾第一次经历地震的时候好玩吧哈，我住差不多20楼啊，楼层哈很高，那个地呢就是好像底下有东西往上顶，咣当咣当，就这样的要跳，那个楼房在跳的感觉。是。我当时说实话，我真有点害怕，穿个衣服赶快往外跑，我发现电梯呢还有电，没停电，我就坐电梯跑到1楼，我问底下值班的，我说地震了，那个值班的人没有感觉，是，他说我知道地震了。他就慢悠悠地说：“对很没有表情的。”我说：“喊大家下来啊！”他说：“习惯就好了。”人家都无动于衷了，人家就根本就不怕。好玩吧哈？对，那时候我在台湾那一次也是啊，在台湾我们的禅堂里边工作的时候也是，白天嘛，然后突然就也是地震了，我们的那个书架呀什么那些都在那儿晃哦。对，然后我跟另外一个也是温哥华的师姐，我们2个。互相我们一相对眼一相望，因为我们在加拿大得到的教育就是，如果地震你就要躲到桌子底下啦，找那个安全的地方要躲避。我们俩眼神一对，歘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然后就等了半天，等了几分钟然后怎么也没人跑，也没人动，然后我们俩偷偷往外头一看，在玻璃窗看到那个禅堂里其他的工作人员，人家该写字，该打电话，该干什么，我们俩互相又对视了一下，又偷偷钻出来了。对，人家也是都习以为常了，那没事儿。在台湾买桌子要买结实的哈。是这真是小地震嘛，但是这个921真的就是非常严重的。那个921太厉害了。对，921好像还不到8级是吧？7.3级，7.3严重了，就这么严重。是，就我知道台湾的房子哈，因为它历年来一直地震嘛，所以呢，它的房子防震还做得不错，不错的。对，都日本的技术。对，所以的话，像如果换个地区，所以你像那个土耳其那个地震，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啊？死亡嘛。它的建筑本身。我们在看它那个视频上，那个楼哈，就像我们中国人他讲那个豆腐渣，就是一震之后那个楼啪全塌下去了，还有些楼就干脆直接横着倒出去。对，就好像真的是像豆腐渣一样。是的。对，咱也说这个孙家哈，921，你说妈妈在这个禅堂道场里头做义工，是吧？这个孩子也是压在里头了，可是，但他就很幸运，6天，被找到，被救出来。我们分析一下他一些其中原因，他的幸运点哈，他们不是说直接就是那些瓦砾砸到身上，可能当场就会砸死哈，他正好有一个被砸扁的冰箱。他就躲到那个冰箱，就出来一个狭小的空间，撑住了。你说这个词哈，这正好有个冰箱撑住了那个地方，就留下了兄弟俩安身之处。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时就是救灾的时候呢，他们市长就下命令就说要洒水，所以有很多消防水，所以这个水呢就透过砖缝泥土这样渗下来，所以他们还是能喝到一点点水的。对，这个能救命啊！这也救命。对，完了冰箱还有一些烂苹果，对，维持一下。正好在冰箱那儿，在冰箱打开拿一些吃的。对，这个对，当然这些呢都是。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做了那个梦，因为后来他们也虚弱呀，对，也不行，都要快昏迷了，虚脱了。对，这时候做了这个关键的梦，给予他这个强大的精神的这个希望。对，他的妈妈在那时候正在观音庙为他妈一直在念佛。对，所以其实就让我们讲，就是说，因为说观世音菩萨是闻声救苦嘛，哈，对，真的听到了妈妈的呼唤，对啊，托梦给这个儿子啊。那我觉得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安排呢，也救了他们。对嘛？先是那一刹那没砸死，对不对？没错，有一个空间。那里有支撑的，有个小三角区，让他们兄弟俩存活下来。就是，并且那个地方正好是挨着冰箱，没错，还有点吃的喝的。哎，对，哎呀，所以跟他妈妈平时念佛做功德是不可分割的，这个原因。所以这个因缘这个词汇里含了多少讯息在里头呀？对，哎呀，对，所以你看刚才也有点我们在慢慢在解密嘛，说那个冰箱啊还是什么，这个是巧合吗？可能这个所谓的巧合背后还是有道理的哈。对，巧合背后是由观世音菩萨在护佑着这兄弟俩。好了，这个就是揭秘揭开了。对对，那说到观世音菩萨的救护哈，师父我也给网友们带来另外一个故事，是我们马来西亚怡保禅堂的一位师姐，她叫如婉啊。她说我从小就生活在偏僻的山中果园啊，虽然生活辛苦呢，但是一家人都很幸福。妈妈在家里供奉观世音菩萨，相信菩萨能够护佑我们全家。从小呢，妈妈就教导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念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菩萨听到了一定就会前来相救的。好，那7岁那一年呢，我在家附近玩耍，蹦蹦跳跳地奔跑着，毫无觉察呢，已经到了湖边儿，突然脚下一滑，整个人失去平衡，瞬间跌入到湖中。冰冷的湖水包住了我的身体，我惊恐万分，拼命挣扎，越挣扎呢，就好像越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把我往水底下拖。四周寂静无人，我的呛水声音、挣扎的声音都被湖水吞没了。我的心越跳越快，可是意识正在逐渐的模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尊庄严的身影，就是我家里供奉的那一尊观世音菩萨。那一刻，我抓住了最后的希望，心中本能的呼唤：南无观世音菩萨，救救我！奇迹就在这时发生了。就在我快要沉入水底的时候，我的阿姨正好到我家来找我。她眼角的余光看见湖面上有不一样的水纹在那儿动哈，她定睛一看啊，有个孩子正在挣扎。阿姨赶紧跑到湖边，伸手哈就抓住了我的头发，把我从水里边拽了出来。我浑身湿透，瘫软在岸边，大口地喘着气啊，眼泪也不断地滑落。当母亲得知我落水又被救起后，顿时泪流满面，激动地在佛台前跪下，对着观世音菩萨的圣像不断地磕头，感恩菩萨的慈悲，在冥冥之中听到了我的呼唤，派遣阿姨来救了我一命。11岁那一年呢，有一个下午，突然大雨倾盆呐，河水迅速的暴涨，溢出了堤岸，涌入了教室，整个学校都变成了一片汪洋。老师们就让同学们赶紧回家，而我呢，住在最偏远的果园嘛，当时我也没有想，也是想着赶紧回家，就推着我的脚踏车踏入到大雨之中。回家的路很长，而且路呢早已被河水淹没了，那个积水越来越深，很快从我的脚踝到了膝盖，后来就到了我的腰间，湍急的水流几乎就要把我冲走了。我只能紧紧地抓住路旁的树枝，另外一只手还得拉着我的脚踏车，拼命抵抗着水流的冲击。在这绝望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妈妈的教诲，遇到危险时就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菩萨一定会救你。于是我在狂风暴雨之中拼命地念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1遍、2遍、3遍，我越念心越坚定。虽然水还是冲击着我，可是我稳稳地抓住树枝，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拼命地对抗着水势。经过一番惊险的挣扎，终于走回了家。
当妈妈看到我推着自行车、脚踏车狼狈不堪地站在门口的时候，惊讶地瞪大眼睛然后问我说：“水那么深，你是怎么回来的呀？”我张了张嘴，却答不上来。妈妈一把把我拉过来，跪在了佛台前，对着观世音菩萨磕头感恩，嘴里不断地说：“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观世音菩萨，又救了我孩子一命啊！”15岁1年，我又经历了一次生死瞬间。那天呢，我骑脚踏车赶往巴士站因为时间紧迫，为了节省时间呢，我就抄近路，从一条小路穿到大路上。就在我从小路飞速冲向大路的一刹那间，突如其来的危机让我心脏骤停一辆巴士正以极快的速度从我身后冲过来，而前方呢又来了一辆迎面驶来的巴士，我瞬间就被夹在中间，根本来不及反应，下一秒就会被撞上。那一刻仿佛时间都放慢了，周围的一切变得寂静。突然之间，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了这一尊观世音菩萨圣像，我心里拼命地呼喊：“观世音菩萨，救救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股强风突然吹来，把我连同我的那个连人带车给我吹到了那个路边的草丛之中。与此同时，2辆巴士呼啸而过，而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呢，脚踏车的轮子都飞了一个了，但我坐在草丛中却毫发无伤。然后等巴士的那些乘客都目睹了这一幕，他们都惊呼：“哇，太幸运了，我差一点就被撞上了。”我坐在草丛中，望着摔坏的脚踏车，心中只有深深的感恩，又是观世音菩萨救了我。观世音菩萨救了我3次性命。长大后的我发下了愿望，要以观世音菩萨为学习榜样，我也要闻声救苦，普度众生。我想，只有这样，我才能报答菩萨的救命之恩，也只有这样，我被救回来的生命才真正有意义。哎呀，很感动是，多次救了他，对，世界，对，水灾，然后这个交通的被撞的这种千钧一发之际他每一次在那个关键时刻危难的时候，就会想起就要求观音菩萨帮忙。这一点就很重要。我们可能一般人的话就在那个时候都要么吓懵了、吓呆了要么就是妈呀，就是对，可能就想不到观音菩萨。那他为什么就每次能够想到还喊出来呢？他就是从小妈妈就一直跟他讲着，灌输这个概念说，你每一次你一旦有危难，你就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我而且妈妈也都是以身作则在家里供奉观音，对，然后都是这样去拜去求就非常的虔诚。对，也是这份功德护佑着他们全家。是。这个小孩的年轻人呢，通常对于神佛的信仰会弱一些毕竟年轻嘛，没有经历更多的风波，所以就没有那么信。但毕竟妈妈天天在那礼敬对上香供果呀，是不是在那祷告念经是的，这些行为这些动作，其实在影响着这个孩子。所以等关键的时候就想起了这一幕。其实也是从观音菩萨角度来说的话呢，菩萨乐意帮人的。妈妈这么虔诚，孩子还不懂事，有灾难我就保护他。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孩子发生灾难的时候呢，菩萨都是出手相救。对，其实要感恩这个妈妈对，把孩子和观世音菩萨给连接起来了。对，这个妈妈很伟大，很伟大，这会教孩子。对，因为你想，就是他出这个几个事故的时候，妈妈都不在现场了。就是妈妈在现场，可能都不一定救得了他。就像他那个2个车给他夹到中间的时候，你说谁能跑过去给他拉出来呀？这太困难了，都想不到，结果就当下就一阵强风，把他连人带车给吹到一边去。哇，你说这个，哎呀，然后包括他当时那个落水的时候，他都快不行了。对，挣扎着，然后就是那么刚巧，阿姨就来，对，拉上来。所以他妈妈也说嘛，说感恩观世音菩萨派阿姨把我的孩子救了回来。妈妈还是很懂这个道理的。对
我觉得这个妈妈很伟大，观世音菩萨更伟大哈。就是说可能借他阿姨的手把他救出来，后一次是借大风刮来一阵风，把他从那个危险之中给吹出来。哎呦，真是好神奇的。对，真是哈。对，所以这个里边真的让我们学到很多，就是很多的事情啊，很多的时候呀，人力不可为，也帮不到忙。所以我们说那些自然灾害也好，倒霉的事情发生的也好，西方有句话叫不可抗力，是人没法抗拒的，帮也帮不到，预测也预测不了。那么如果把观世音菩萨和我们爱的人给连接到一起，让我们爱的人身处危难的时候都能够呼唤到观世音菩萨来救助，这个多好啊！这才是最伟大的爱呢。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啊，真是也感恩如婉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故事哈。哎呀，师父，我们送他一个小礼物吧。好的。介绍一下哈。这是我们新出的衣服。这是我们新出的哈，这是素干衫哈。之前我们制作过八卦衫是这样哈。对。这个现在是禅修衫哈。对，其实这个龙呢是我刻意设计的。请问今年是什么年呢？烽火年，蛇年。蛇年。对。蛇年也叫小龙。是的。对，所以这里呢，黄龙。背后是青龙。哇。这些都是为了得到护佑哈，能像龙一样顺利的哈，能够腾飞似的好好安全度过这2年哈。有这2年像有这个相冲相克的这个是属蛇的哈。对。属蛇的、属龙的、属猪的、属猴的、属虎的这几个呢，要想安全度过这个相关的灾痛的这个年哈，穿上这个衣服，并且速干哈。对。洗了之后呢，2个小时有自然风或阴凉，它就干了。对，很凉快，也很适合穿着这个做运动出点汗什么的，非常的舒服，而且也不臭。不臭，对，非常对，而且又宽松又轻盈又透气。这个材质呢，你摸着的时候没有那么明显的化学感。对，还是很柔软的，对，穿上很舒服的。是，对。感恩师父。对，在这个新的这个小禅裤哈。跟它配套的一个裤子。对，我们都试穿了哈。非常舒服。这个是我们这10年以来出的最舒服的禅修运动裤哈。对，这个裤裆特别的宽松，裤腿不是特别肥。裤裆宽松呢，你打坐呀、运动很方便哈。对。而口袋也很深，装东西不容易掉。装手机。对，底下的裤子口呢是有点松紧，但是不勒脚。有点松紧的哈。对。并且这个材质很舒服，透气。很柔软的吧？又柔软又透气。又轻哈。对，穿得很舒服的哈。所以我们这一群小朋友呢，每个人买了1、2件哈。是。对，这个真是挺好的哈。我们是男款女款都有哈。对，然后各种号码都齐全啊。对。那现在已经是在这个禅修学院的网站上已经上架了。对，还有慈悲音。所以呢，这个我给这个裤子起个名字叫25清爽禅修裤。25是25年。2025年这个款式就25清爽禅修裤。最时髦的了。这个上衣呢叫龙佑快干圆领 T 恤。龙佑就是有青龙、黄龙、青龙来护佑我们。太好的吉祥寓意了。感恩师父。对。所以保佑这位师姐呢能够如意吉祥。收到。健康长寿。收到，太好了。对。那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怡保菩提禅堂近期的活动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呢，菩萨的圣诞呢就在3月18日。那禅堂呢有一个祈福的活动，是在3月18日下午2点到4点半。那活动的内容包括念佛呀、加持啊、点朱砂呀、
开智慧啊等等哈，非常的丰富多彩。所以在怡保附近的网友们、同修们哈，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去一起参加这一场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就像刚刚我们故事里讲过的哈，为我们最爱的人跟观世音菩萨结缘，建立起来这种护佑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对我们家人最大的爱了。那另外呢，怡保禅堂呢，在3月份还开一个菩提禅修健身班。这个8天的健身班呢，是我们菩提禅修效果最好的一个班啊，身心受益啊。从3月23号到30号啊，那报名的这个信息呢，我们这个海报来拍个照哈，到时候去联络一下禅堂。对，对，这个马来西亚怡保呢，是一个真是叫山清水秀的一个宝地哈。对，那怡保菩提禅堂呢，我们每一位同修啊，都像菩萨一样的慈悲哈、圆融啊、温和、善良啊。所以呢，他们的服务可好了，是待人可周到了。他们的加持力也很强。对，很多有灾有难的人到那儿去祈请哈，求助过之后都得到护佑。是，康复能力也很强。是的，他们那边还有师父送给他们的宝扇，宝扇一扇，百病消除。希望是哈。非常的灵验的。对。那其实现在呢，离这个观世音菩萨圣诞哈，很近了。对。那么阳历的话是3月18号是吧？是的对，还有3天。对，所以呢，我们也是安排了这样一个4天的一个诵念观世音菩萨的一个类似于念佛班的这个活动。那今天呢算是第1天。好啊。那么如果有缘的朋友，你需要得到护佑的话哈，那就这4天呢你都要参加一下，好吧？就会如意吉祥哈。收到。我想呢，观世音菩萨的愿望哈，是能够帮助利益一切的有缘众生哈。他是叫寻声救苦，或者叫闻声救苦。只要听到了有人求助的声音，悲伤痛苦的声音，他就会来帮你的啊。所以呢，这几天呢，如果你有缘呢一起参加诵念的话，一定会得到保佑护佑的啊。所以在诵念的时候呢，这希望的衣服裤子都是宽松的哈。完了之后呢，想得到保佑啊、吉祥平安呢，要双手合十啊，双手合十，就跟着一起诵念就可以。最好做到心无旁骛。那怎么回事？你不要说一边看着其他的文艺节目啊，一边看到什么孩子打闹，你来诵念哈，就那样诵念也不是不行。它也有一些作用力，但只是呢，这个效果会减少一些。那么比较真诚的啊，心无旁骛的真诚诵念的话呢，就给菩萨这个接通的这个通道呢，就更通畅一些。那么得到保佑呢，就更好啊。所以我们这个连续4天哈，我们在同一这个时间啊，都有这样的诵念活动，好吧？今天第1天哈。好，那我们是准备开始吧哈。好，我们跟着师父一起来诵念，太好了。南
观世音菩萨，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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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世音菩萨，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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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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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菩萨，南无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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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菩萨，南无
观世音菩萨，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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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好，诸位网友呢，大家用最恭敬真诚的心诵念，用最恭敬真诚的心诵念，越是真诚呢，你获得的护佑这个作用力就更大更强当然你想需要被护佑的人呢，这个讯息也可以在留言中像在中国大陆的同修呢，可以用被保佑的人呢，可以用小名代号也不要用法名，不用真名这样留言得到保佑，得到保护用最恭敬的心诵念也同时呢，就是感谢有网友呢在这个直播中正在赞助我们这个直播的现场我看到有那个金红学还有哪个网友香可看到吗润温润温韩国的还有燕南黄对，好的希望这些正在发心的网友呢，得到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护佑愿你们能够如意吉祥幸福快乐健康长寿，所以大家继续真诚的心来诵念。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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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
世音菩萨，南无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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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菩萨，南无
萨，南无观世音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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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南无观世音
菩萨，南无观世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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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南无观。好，大家轻轻搓搓手，轻轻搓搓脸。好，轻轻拍拍头，拍拍前胸，做一下深呼吸。好。要感谢呢大家来支持赞助，我们咱们菩提禅修哈，对整个叫网络道场啊，给全世界进行弘法的这个大力支持者哈，给语书房赞助者啊，赞助语书房呢就在赞助我们进行国际弘法这个活动，通过网络的哈。那么也非常感谢。今天直播过程之中哈，这是有这个叫超级留言啊，发心支持赞助者哈。我再读一下名单，红学，润温，绿木，桑赛里，阿丽斯宽，金安深啊，圆满，金全南。WJ 云淡风轻，高远扎森林里，百森润冰，百花三三燕南黄香憨增访绝英金 SD 祝福以上所有的发心赞助我们整个网络弘法的这些所有的朋友们哈，如意吉祥，健康长寿，心想事成，感谢你们，感恩师父。那就是也提醒所有的网友们，我们现在还在清明祭嘛，那这正是就是祭祀祖先和往生亲人的时间。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跟祖先是血脉相承的，所以只要祖先好，我们才能好。那就是要怎么样让他们更好呢？我们上期直播也有说到，就是借助佛的加持，然后借助佛力，让他们能够得到超度啊，就是往生光明善处。那其中一个就是为祖先能够做功德，帮他们供上一盏灯，尤其在这个清明的时节的时候。那也非常感恩师父，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做功德的平台。那今年我们的清明超荐灯一盏灯才6块钱美金，就是非常优惠的价格。那希望就是所有有需求的网友们呢，就到菩提学院网站上 www.puticollege.com， 然后尽早去点上你为你祖先和往生亲人点上一盏清明超荐灯啊。那早点就是点是更好的，因为你们会在报名当天就为您即刻上灯。那这个灯一直会点到清明节过后，就是2025年4月5号，会一直为您点上。所以现在报名已开启，那鼓励所有的网友们尽早为祖先做上这个功德。就前几天呢哈，我说一个基本知识。前几天呢，我见一位差不多50多岁的一位师姐呢，她就跟我说，她这个腰酸背痛，她晚上经常做噩梦，
就梦到有这种像小鬼啊、小孩子。那我看了一下，其实我轻易也不会说这些内容我看了一下，我反复看了之后就觉得说你那个一个是你的这个往生的亲人你有没有给他们点灯做功德？他就跟我说去年的时候那个清明节我给他们点灯了，去年的时候，那么后来呢就没有做过，什么都没做。那么他呢还有4次堕胎，说这个小宝宝在肚子几个月了就堕胎了因为某种原因，那他呢也不懂，没人教嘛他在中国上海长大的人，后来移民出来的，他啥都不懂，他说这种不成人的、没有正式出生的这种宝宝算不算一个生命呢？我说当然算了，那就是你的骨血你不心痛吗？他说我也会心痛但是既然我是长辈，我是做妈的，我有必要去超度他，我有必要做功德吗？我说这正是你那个腰痛腿痛的起因呢。然后其实他也爱美爱运动他经常去健身房干嘛，瑜伽房去练。我说身材不错，但是腰酸背痛这个样子，对吧？你这个现象，反正我看到的是还是有像这种小的阴灵的东西在缠着他的。我说你这个应该去做。他说这已经，他说多少年前的事儿了，我哪管这个事儿呢？那么其实他父亲是前年走的，前年那个时候是找人给做了一些法事之后再没管过。我说这些都不行。我说这个不是你缺那一点钱的事情，对不对？你将来包括你的后代的话，都可能不吉祥，就你自己也不吉祥你现在就是不去供奉，不去安慰你的祖上，不去安顿好你那个堕胎的婴灵，那其实你都不安，并且对你的后代不好这我说了之后，他才觉得这样子，那我就赶快去做就做为他们去点灯超度做些功德这我相信从那之后他就开始好起来这个身体。最关键是不懂，他人不是不好。对，确实是很多人不懂的，师父。他不懂，他凭什么点呢？我为什么要点呢？有意义吗？对，不太懂的。对，还有说父母或者是祖先他走了就走了，人就一走百了嘛。对。了不了。随着时间会淡忘但是他的这个生命能量还和你是息息相关的，还会延续，尤其有这个血缘关系就这个承上启下就是你的长辈的和你的晚辈的，他和你之间是血脉相连所以的话，这种关系你要照顾到，你没得躲避的不能躲避，你躲避会受惩罚。所以这个往生的亲人在那边好，我们才会吉祥，才会好。是的。为什么很多人说干啥不顺呢？你刚才讲故事中就有觉真的同学，对不对？对。就那个受气包，是干啥倒霉，对不对？那他其实可能就有历史上这样遗留的问题。你看，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师父这样的人来给予指点。对，刚才师父讲的那个女同修也是，她腰酸背痛嘛对，其实她也是背后有这个原因，所以任何的一个事情，它也不是一个巧合的，对，总有背后的缘分。就是有一些疾病我们都可以成为疾病，比如说你那个，比如说腰腿经常头痛是吧？或者长期失眠精神不振大家以为它是一个真正的病，自己和医生都是这么认为，对不对？那你想想，有些人接受我们的加持，对，还有呢，去走了1到2次八卦，还有参加了我们一个课程几天之内这个疾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是，所以它是怎么好的呢？不是医治好的，我们不是医治的人，它是怎么好的呢？它是这个疾病本身，其实它代表了一个生命体和一股带有生命信息的能量。是这样。你看刚才日本那个大那个
土石流，是不是啊？土石流往下滚动的时候，既然那个车，你说可以理解为巧合，对不对？就到那停顿了好几秒钟，对，让这个车走，让这个车平安离开。你怎么解释？没法解释。对，所以这些美好的巧合哈，救人一命这个事情哈，就是我觉得就是神佛保佑着你哈。对，是你的祖先保佑着你，就是人神共同保佑着你的时候，你必然是有好运气，对，有福气，对，是吧？你像尤其是阴间的一些生命，有时看不见摸不到他有一群生命在那憎恨着你，想来整你，你能好得了吗？好不了。所以很多的看似疾病迅速就好了，是吧？还得到保佑的。你像在美国硅谷的那位师兄还是老外，对不对？你看那没有工作，也做功德，太太过来给他祈福，对，很快就找到多好的工作呀！很好的工作，他50多岁的 IT 人才，还能做一个 IT 的经理，这简直就是奇迹。在温哥华禅堂有个女士老外，对不对？你看也是53岁失业。他是一个技术高管，他是个 CTO 嘛，也是将近1年没有工作，找不到，没错，到哪找好工作啊？都是管理层的，太难了。你看，经过这个起伏之后，又找到了。不光是找到了，非常好，找到了全世界最好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经理。是，哎呦，你看，对，开心的呀，他呀，哎呀，满脸的笑开花啊！不是这么好的公司，人家缺你这个经理啊，就让他成了一个经理。我跟你说，这咋的灯笼都找不着，对不对？就发生在温哥华禅堂的。是的，对。前头那个师兄是美国硅谷的呀，是，对，对不对？前头2级班太太正好就在这祈福，没错，1年多在家里是吧？失业了。他刚来的时候，先生还没有找到，来了祈福3天以后，你看就找到了。是吧？所以这种神佛的这个力量，如果护佑着你，对不对？但是你的祖上更没有折磨你的这个生命的话，这个债都还平了的话，神佛一护佑，可以说是叫枯树开花啊！那这不可思议的事情，真是。所以这就是禅的那种非常神奇伟大的一种状态。所以曾经有人问师父，到最后我自己的理解也是这样，说禅能带给人什么？最终极致能带给人什么？枯木逢春。对，就是枯木逢春，遇难成祥。真是。立生死不但不衰，而能兴盛还要。所以这就是禅的那种伟大的意义所在。对，希望我们今天跟着我们一起念佛听课的朋友都能和我说的这个伟大高尚不可思议的禅境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吉祥的人。收到。你的吉祥呢，带给你全家都吉祥。收到。带给你儿女呢，将来都是争气，成为一个最棒的人才。收到。所以想更好的话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来一起念佛欢迎推荐你的朋友一起参与这个度人是功德最大的。我们连续4天好，欢迎大家参与。好，那祝福大家一切吉祥如意。收到。再见了。感恩师父。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
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